在学习武当武术的过程中啊，我认识到这个一个捷径，武当武术所有的武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力量的获得，如何能更有效的能获得力量。这个力量呢，称之为内气外力内有这个元气充足呢，外在的力量就会增大。因此呢，这个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练武当武术最有效的方式是如何这个增长自己的内气与外力。那在武当武术中呢，这个无极站桩功啊，它是一个最有效的产生内气与外力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武当拳谱里面有说，百练不如一战，万动不如一静，大动不如小动，小动呢不如不动，不动之动啊，才是生生不息之动。那通过这个站桩呢，在不动之中去求得内动，内在元气的发动，从而实现这个内壮，内气充盈呢，外部这个筋骨力量就会增大。所以太极拳谱里面所说的内是精神而外是安逸，外在的你如果外在和内在它是相互依存，如果我们内在的精气神得到了充足，外在的力量会得到增大呢，是这个叫内使精神而外使安逸，外在动作就更加和顺不乖背。如果内气不充足呢，外面动作就不顺畅，因为有经络气血不足，它的运行呢就不良好。所以让我们通过站桩的这个练习呢，去充实我们的内在精气神，使我们经络气血能够更好的流通运行，然后呢外在的力量呢就会更加顺畅。所以武当武术的核心功夫啊，叫无极站桩功。无极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法，它是武当武术这个最大的一个功法，它也是从入门到这个结束都应该以这个无极为最终目标无极为最终目标无极就是大道的实践方法。武当武术叫以武演道所以站桩是这个最能体现这个道家的思想和方法，通过这个人体的形状去展现这个道文化的这个思想内涵的一种形式。所以以法载道以无极站桩的这个方法去演示这个道家的文化。比如说这个站桩要抱球，要形成圆，形成球，圆和球里面有弯弓，有对立，有统一。对立呢就是矛盾的，就是这个两仪，而统一呢就是太极。所以这个无极里面由太极整体，由太极这个开呢就为两仪，两仪就是阴阳。所以站桩能直接解决太极与阴阳的内容。所以这个它也是武当武术最大的一个功法。因此呢，我们作为这个要传承武当正宗的这个武术呢，应该把无极站桩功作为最大的一个功法去修炼。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事少去真正践行道家的这个方法，叫事少功多，直接可以去增加功力增加功力内动外静外形的这个安静，促使内在的发动，从而使我们的功力能得到这个不断提高。所以叫百练不如一战，站桩
是提高功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呢，我们把站桩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自然呢，不是随意。我们提问题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自然是很随意，是吧？随意的一种状态，其实自然不是随意的状态，自然是合乎天道的一种规则，在天道规则下的一种顺畅，一种这个和谐的一种状态，达到自然的境界呢，是一种很理想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每个人不叫自然，是叫随意。这种随意呢，是没有按照天道法则，没有规矩。那随意呢，就意味着没有规矩。就像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想歪就歪，想前倾后仰，左歪右斜，没有规矩。这个不叫自然，这是随意。所以，这个学习道家的内容，要从随意到自然，是一个由低境界向高境界的一种这个迈进。如果我们一直以随意的方式去指导我们的为人处事、行为习惯、生活方方面面，那我们就会有许多错误。比如说，我们坐没有正确的姿势，站没有正确的姿势，就不符合人体力气增长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话乱说，行动乱做，这个呢，不是这种不是自然，这种是随意。所以呢，我们由随意到自然的过程呢，我们有几个阶段。第一，我们要学习规矩，按照这个道家的这种规矩来指导我们的这种行为习惯。就像那个张三丰祖师所说的“言动视听，一切无妄”。那我们随意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这个对眼睛的使用、对耳朵的使用、对感官的使用，都是随意的。随意就意味着乱来的。因此呢，我们的身心每况愈下，身体健康程度每况愈下，精力体力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够。因此呢，言动视听乱来的话，这个叫随意的话，这践行呢，就不是这个天道的这个形式，践行的是人道的。人道呢是有欲望，带着欲望的就乱来的，不符合天道法则的乱来，称之为随意。这个在道家的方法论里面称之为有为之法，有为之法是错误的。因此呢，我们要改正错误。所以学习道家呢，要修行，先修而后行。修就是改正有为的错误的方法，回归到无为上面来，就是没有错。无为呢，就是没有错误的行为。而这个没有错误的行为呢，是遵循这个大道的这个自然的行为。那遵循大道呢，初级阶段呢，我们每个人要有规矩。所以用规矩，从我们身体结构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呢，要方圆，内方外圆，内方外圆，这就在人道和与天道的一个具体反应。所以，如果我们能做到外圆而内方呢，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理性和通达。因此呢，
做什么事情就容易成功啊，修身、齐家、做事业就容易更加成功，就因为有规矩了，许多言行行为就有规范了。因此呢，我们由随意到规范呢，我们用道家的这个方法称之为戒。戒呀，戒就是规范自己随意的，让我们不能随意，要按照正确的这个指导去做。最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去行动，做一个有修行的人，由随意到有规矩规范，就走上轨道了，走上合乎这个大道的轨道。最后呢，加强修行就会变得越来越顺畅通畅。那这由随意到这个戒的过程中是一个这个约束，对自我的一种约束力。当我们有条条框框去约束自己的过程中呢，是难受的，或者说是别扭的，是不自在的，不随意的。因此呢，如果人心重、欲望多的人呢，是觉得这个修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平时随意惯了，突然要给自己上个枷锁，上个条条框框，规范起来，就像那个野惯那个小牛，突然把鼻子穿了一个绳子，最后拉上一根绳子，那个牛肯定是不舒服的。这个道理就是由这个随意到规范，由规范到这个长期的这个践行这种规范，最后呢，达到一种通透的一种状态，这个称之为自然。所以道家的自然是一种高深的境界，不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随意乱来，而不是自然。所以自然是一种高深的境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常人都有的一种境界。常人的随意的这种方式不叫自然，那叫乱来。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呢要弄清楚，好吧？有两个观念：第一，修行的方式；第二，世俗的方式。那作为普通人、社会大众或者世俗中人，世俗中人追求的是什么呢？浮华。就像我们有个祖师所说的：“仙道归实，而人道归华。”追求道家的神仙之道呢，应该追求真实、朴素、自然。那追求这个朴素呢，是为了这个求真务实，使我们有更多的注意力、精力呢，去用到我们内在的这个强大上面，而不是追求外在的这种表面。那我们常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世俗中的常人呢，追求的是虚荣和浮华。这种虚荣和浮华呢，对生命的本质，这个往往有极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每餐要吃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是吧？这个在形式上非常注重形式，那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这种形式呢，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心自己内在的精气神，你内在的人体生命的这种发动机，这个原动力就会受到伤害。所以修行人追求外在的简朴，而追求内在的充实和强大；而世俗之人呢，追求外在的强大，而消耗了内在的这个，使内部的精气神或者你的元气的发动力变得越来越少。因此呢，祖师说，这个仙道归实而人道归华，所以追求世俗的人道的人啊，
就会变得过多的去追求人道了，就会变得华而不实，外部的这个浮华，而你内在的空虚，都元气越来越少了，所以叫华而不实啊。因此呢，表面上虚荣和浮华的人呢，表面上是很厉害，实际上呢很糟糕。那在道家的这个思想认为呢，外表淳朴一点，简单一点，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己内在的强大，使内在精气神能够充实，人体的这个健康、生命力就会更加旺盛。因此呢，这个追求人生的这个根本以人为本，一切以人为本。所以《道德经》说：“民与生孰争？这个祸与生孰多？”那在这个学道修道的人的心目中呢，会选择以身体为核心，而不是选择货物的多少，而是不去选择名声有多响。名声的好坏比起身体的重要来讲呢，身体是最重要的，名声无所谓。货物的多少比起身体重要来讲呢，如果有了货物而伤害了身体，那是不值得的。所以修行人就会选择恬淡、简单、朴素的这种方式，而世俗人呢，会选择这个货物，选择名声。因此呢，这个在道家的这个修行理念里面呢，叫做舍本求末，得到了这个外部的东西而失去了根本，因此的不可取。所以道家崇尚简朴、真实、朴素而自然，世俗人呢追求虚荣、浮华、简单。一个人最后追求简单朴素的人，加强修行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加强修行，从此内在就会变得境界越来越高。而追求外在的虚荣和浮华的人呢，身就会变得精神凋敝，身体衰败，然后呢，有了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失去了内在的核心，因此呢，过的是衰败模式，人身心呢变得越来越衰败，人会变得急功近利，虚荣浮华，失去人生的根本，最后呢，失去天道，伤了人性，因此呢，这个不可取。所以让武当弟子呢，学习道家的思想和方法，要以朴素自然去指导自己的生活，要恬淡自然的，就像《黄帝内经》里面所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因此呢，希望我们每一位学习武当武术、道家文化的人呢，都能够得到这个恬淡的好处。恬淡的好处大于这个虚荣和浮华，因此呢，我们要多追求内在的境界修为，而少去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到这个外面上这个失了追求表面而失了根本，则不可取。只要修行都需要努力，没有这个说修行是大丈夫所为啊。这个叫《道德经》说：“自胜者强，胜人者有力。”修行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一个过程，战胜自己的欲望，战胜自己的懒惰，战胜自己的随意。因此呢，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过程。因此呢，我们道家有句指导精神叫“自强不息，天道酬勤”。所以不是通过努力就想获得这个结果，在道家的这个思想和武当武术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的
五大弟子必读的一本经典叫《黄庭经》。《黄庭经》里面有句话说：“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是神真。”凡是我们的历史上有名的祖师得道成仙的这个道士，都是每一个都是靠一点一点积累、积功累德，这个潜心下功、积精累气，最后成就了这个高级功夫。因此呢，我们每一位五大武术的践行者，道家这个修行方法内容的这个践行者，按照天道酬勤、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指导自己，不走捷径，这个不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本着这个脚踏实地的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积精累气的精神，自强不息，天道酬勤，必然也会有好的结果。也就是道教的这个教义上所说的因果成佛，你种了什么因，会有什么果。你种的是努力这个勤奋的果，因你就会结这个很好的果；你种的是懒惰的因，会得不好的果。因此呢，天道是不会酬懒惰的，天道会酬勤，所以得道就意味着要勤奋啊。想得到啊，必然要勤奋，没有这个走捷径的事情。如果说真有捷径呢，就是按照天道的这个方法法则指导思想去践行自己的修行，会少走弯路，少走这个人道的弯路。所以天之道利而无害啊，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去修心养气练己，那这样呢，我们就会少走弯路，那就这个呢，加强修行，按照正确的方法途径，这是最大的一个减少走弯路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不用这个事多功少的这个。因此呢，我们要善于用道家的方法论，事少功多事情少功效多，去指导自己的修行。所以事少功多并不意味着可以走捷径，这个事少功多的本质上就是少走弯路，按照正确的道路去进行，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去走啊。我们历史上呢有很多祖师啊，他们在修行得道以后呢，有很多社会实践，得出了很多好的经验和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有名的祖师张三丰祖师。张三丰祖师呢，他一生践行这个随方受教，就是对待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比如说他在他的弟子里面有武术高手，有这个企业家，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对神仙大道的这个追求者，有方方面，甚至有江湖术士，一些这个懂风水、懂易经的一些这个江湖有名之人士等等。就在他的这个弟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因此呢，他是随方受教。那首先是他自己要这个有充分的知识，有自己呢有这个不断的完善提高个人的这种境界和学问。所以张三丰是一个张三丰祖师是一个大家，是一个集各家学问于一身的这种大家，所以他可以称之为达人仙人达人，在世俗社会上会称为达人，通达之人。因此各种人他都这个能够点化。那么有些人呢适合用大道的内容，有些人不适合用大道的内容去教育他。
比如说有些人普通人，在他思想概念里面，他对大道根本不认可，不认同这个下士，就是《道德经》所说的下士。你对下士讲道了，他会笑你，因为他压根儿不相信。所以下士闻道，大笑之。当年张三丰祖师是怎么对待这种群体的？如果有人问他这个大道，那他对这些部分人基本上不讲大道，讲什么忠孝仁义，讲如何这个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守规矩的人。那有些境界好、境界高的人，思想境界、唯物文化有基础、有信仰、有修行啊，这部分人他就会给他们传译、教化一些更好的内容。所以这个叫随方设教。那我们吕洞宾祖师呢，在他的一生呢，他教的弟子也很多，所以他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他都去接触和教育，所以他没有门派之见，没有这个个人的这种偏见，都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道家的这个智慧、道家的好处，因此呢，称为普度众生。普度啊，所以他的普度呢，也导致有句话叫“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这个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的，就说的是这个有些人他不适合你讲的内容，你没必要跟他讲那些内容。所以初级的人你跟他讲初级的内容，中级的人你跟他讲中级的内容。就道家学问呢，有三级，叫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所以对待道家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人呢，不同的态度最后有不同的这个结果。因此呢，对待不同态度的人呢，你要有不同的对待之法。对上士你可以多讲一点，对中士就在这个讲一点，对下士你根本不用讲。因此呢，对待这个社会大众要有这个随方设教，而不是说所有的人你都一股脑儿的给他讲，那就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就还没效果。因此呢，我们在教育和影响过程，那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就像武当派这个有个门规啊，这个其中有十大戒律，其中有一条呢叫戒好为人师。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呢，应该多去充实自己，提高个人的境界，不断的完善，提高个人的境界呢，在自我的个人不断完善提高以后呢，然后去度化别人，这叫度己，先度己，然后再化人，叫度己化人。因此呢，随着我们个人境界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你受度化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多。因此，武当弟子呢，要以自己不断的完善提高自己的境界为首要的任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这个教化众生。这个叫随缘度化，随方设教，一切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在没有老师这个口传身授的这个过程中呢，看书籍、看视频，有些书籍、有些视频，如果写得好的，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这个有一定的操作性，然后学习实践的人呢，能够这个领会正确的这些思想方法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毕竟视频和这个书本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没有这个言传身授的来的更加的这个真切。所以让我们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如果有视频有质量，最好你可以先
看一看是吧？先看书，先看视频，看到你那时候呢，你肯定就有很多疑问，最后呢，你再找名师或者再找师傅呢去这个学习，这样呢，有可能会学得更快一些。最好是结合，如果不没有师傅的指导，光看书光看这个视频呢，就容易走偏。